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库洛游戏 CTO 林晨晨先生为我们带来明朝研发实践分享，掌声有请。大家好，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大家上午好。然后我是来自库洛游戏的林晨晨。然后在明朝之前呢，我经历过2款其他的产品，就是有战狼双马尾，然后和战双。明朝是我的第3个项目。然后关于明朝呢，这个项目我在这里有一些关于我们研发过程中的一些实践的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个1分钟的一个小的短片，让大家对明朝这个游戏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方便我们接下来聊后续的话题。那请看短片。从这个短片中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明朝是一款开放世界动作游戏。然后呢，可能角色相对比较细腻，然后战斗相对比较硬核，然后可以看到 BOSS 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在这样的一个项目里呢，不管是从研发的体量，还是从运营的用户的体量来说，它的整个体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在研发和运营的过程中呢，有2个大的挑战，也是这次分享的2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呢是关于全球全平台同版本上线这个命题我们怎么做。第2个是关于说开放世界这种游戏它本身的一个研发的复杂度。第一个命题就是全球全平台同版本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这个命题是我们在立项之初就决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发行方式的。那我将从这里面具体的3个点来聊一下这个命题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做法。那关于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全球部署，也就是说我们要服务好全球的玩家呢，那我们在网络延迟上需要让这个游戏能让全球的玩家都能在合理的延迟内去进行流畅的游玩。那这个游戏的一个战斗的设计目标是120毫秒的延迟，在120毫秒的延迟下，玩家需要能做出类似像极限闪避、弹刀、协奏反应等等这种对操作手感比较有要求的一个动作的这种游戏的体验。那在设计目标120毫秒的延迟的这个需求底下呢，那全球玩家到服务器之间的一个物理距离就会成为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如何选择全球的合理的一个部署节点，是我们这个要做到全球发行的第一个要解决的一个命题。那我们最后根据玩家的一个分布情况呢，在物理距离满足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全球6个城市进行部署，也就是说是 PPT 上看的这个6个城市，分别是上海、香港、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和弗吉尼亚。那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呢，这么一个部署方式可以解决我刚刚120毫秒的这么一个延迟的需求。第2点是关于全平台开发。那我们要做一个游戏，我们觉得全平台的适配和互通是一个对玩家最友好的游戏介入方式。玩家在不同的环境都能找到最合适当前的一个游戏体验。比如说我在家里的客厅，那可能我会选择用主机的方式；那躺沙发上，可能大家会选择用 Pad 玩，会更舒服。那外出的时候呢，那手机可能就是一个最便捷的一个游戏的介入方式。
那我们要做到一个工程打出上面列到这么多个平台的包呢，那对工程有一些规范的要求。那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站在那个 Unreal 这个引擎它本身就支持多平台输出这个基础上啊。那其次呢，我们做了各个平台接口层的一个抽象，保证我们业务层在做逻辑、在设计、在写逻辑的时候，可以做到全平台的通用。然后再识别上不同的一个构建管线，来对这个工程最后解决这个工程最后到产出包的这个流程。那以上做完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工程就可以做到一个工程开发，然后输出所有平台的一个游戏客户端。关于第三点是做同版本的，那做过这种多分支管理的朋友应该有感受啊，就是分支管理是一个非常细碎且很容易出错的一个工作，并且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呢，我们去做这么一个多分支管理的工作，对玩家最后玩这款游戏是没有争议的。它不仅没有争议，还会带来内容上的一个新鲜感的丢失。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做了全球的不同版本、不同地区的不同版本，那势必有一些地区的玩家会比另一个地区的玩家更早拿到新鲜的游戏内容。那假如这两个差距，比如说有半年前的游戏内容展现在我面前，那这个游戏内容可能我已经在小视频、在游戏圈等等各种媒体渠道我已经看到这个内容了，这个内容对我来说是缺失很大的新鲜感的。那我对于这样内容的一个反馈，跟我对这样的内容的一个感兴趣的就经验的程度，其实是受到很大的打击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做到全球同版本，不仅是能解决上述的这些内容新鲜感的丢失的问题，也能让团队保持目标更一致、更聚焦，让我们解决问题、得到反馈都会更及时。同时呢，我们也确实就丢掉了这个多版本维护的一个压力。我们要在同一个版本去服务好用户，那就是我们要用同一个客户端去适配全球的所有的玩家。那对我们的游戏内容的产出生产有一个严格的要求。这里就列举几个点，在技术上的一个工作。在技术上的工作，我们做了几个，就是语言语音的适配切换，多语言的一个界面的适配。然后语言本地化的一整套的这种翻译啊，如何去落地到它本地语言的一个流程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在内容上呢，我们要考虑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玩家的一个在玩法上、在剧情上、在体验上等等他们的一个喜好的一个交集，做受众面更大的内容。前面是关于我们如何做这个发行的工作的。那第二块是关于明朝这款产品，这款大世界的产品，它在研发过程中的一个游戏本身的一个研发复杂度。那复杂度这个话题非常的泛，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去聊到具体的点。那我这里就分享两个具体的案例。第一个是我们做的相对好一些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对抗游戏集群500万同时在线的这个压力这么一个命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觉得做的不是太好的，就是客户端的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性能适配。那我就这两个点，我们展开聊一聊。那了解过库洛上一代产品的，也就是战双的同学应该知道，就我们在上线的过程中呢，有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服务器的问题。那到了明朝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在项目的初期呢，我们就定下来集群要支持500万同时在线这个目标。从上线的情况来看呢，也确实我们需要做到这么一个压力的一个模型，我们才能去服务好我们这么一个用户量的一个玩家。那首先呢，就是我们需要有6个地区服务器的一个充足的资源的支持，以及各种问题的响应的及时，这些都依托于腾讯云对我们的帮助。那回到这个集群本身呢，集群本身的横向扩展的能力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并且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依赖任何的外力，让我们的集群可以横向扩容有2个最大的工作要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库本身要支持横向扩容的能力。那在明朝这款项目中呢，我们数据库用的是 MongoDB，然后我们所有的库表都使用分片集群的方式，合理的分片键呢，能让我们的整个库的一个读写压力散落在每个分片。这个不仅
分散了压力，并且对于后续线上的一些突发事件，我们能做到友好的扩容。另一个是我们的逻辑服，逻辑服我们也做到了整个集群没有任何单点，无单点，所有的业务都可以横向扩容。然后我们从每个业务的具体逻辑入手，就打破了所有的单点，但凡出现单点，我们就改掉啊，然后用能横向扩容的方式去实现。我们大概在23年的 Q1，也就是春节前后，我们定下来500万这个同时在线是我们服务端最优先要去解决、要去突破的一个目标。那要去解决这么一个目标，要去推进这么一个目标，我们需要找到最合理的量化这个目标的方法。那压测的结果，压测能压到多少人同时在线，就是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推进这个问题的一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压测工作这件事情呢，除了我们要优化服务端之外呢，我们还需要高效的、性能好的一个客户端。因为要跑到500万同时在线，不仅是服务端本身要支持到500万同时在线，并且真的得有500万个机器人在那里跑，对吧？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高效的一个发压的工具。在这方面呢 ，VTest 的发压工具给我们比较大的支持，让我们只需要去填充压测逻辑就好了，不太需要去太关心这个发压的框架本身的一个开发工作。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模拟真实玩家游戏的过程。那我们认为，就靠一定比例去混合协议这种方式啊，它是一个非常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做了一套录制真实游戏过程的一个方法，通过录包然后回放，大概这就是一个录包后回放的一个结果。就这样的一个方式，让玩家真正的去产生一场游戏过程，以此来做到我们模拟这么一个战斗的场景。然后我们根据 CPT。测试的一个线上测试玩家的一个真实游戏的情景的占比来，按一定的比例去混合这种不同的录制的一个情景的一个 case， 然后来模拟开服的一个状态。从结果上来看呢，在上线那一刻我们看到的压力是跟我们模拟500万同时在线当时的一个压力情况是比较类似的啊，所以我们上线的时候观察到的数据都在那个预期范围内。然后我们在压测的过程中呢，也发现和解决了很多问题啊，这里就简单列举几个。第一个是我们发现 MongoDB 的这种增量式的 Bison 的增量更新不如压缩后的一个 Bison 的全量入库。然后入库的逻辑我们需要做流数的控制，主动的去保护我们的 MongoDB。然后我们服务端用的是一个托管内存的语言，GC 的问题、内存的问题就会比较多。那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内存的优化工作，来解决内存这种 GC 啊的性能开销的问题。那就类似对象复用啊、各种 catch 啊等等。啊，这里我们就不展开去聊里面的技术细节。我们第一次压测达成是在23年的12月14日，也就是说我们从定下这个目标在23年的 Q1 的春节前后到实现第一次达到这个目标，真正把我们的在线人数的曲线做到了500万的这个值，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值的时候，我们用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然后这也仅仅是第一次达到，其实是比较暴力的去达到这么一个就堆资源嘛，堆到它能达到500万同时在线。然后最后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性能优化的工作，来降低一些成本呀，让玩家的体验更好。然后这是第二个命题，就是我们如何做全平台的一个设备的一个适配工作。这个案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不太好，那这里可能不仅是讲讲我们怎么做，可能也反思一下我们中间哪些做的不是很好的。在这么多的全平台设备里面呢，这里有17年上市的，距今已经有7年的这种835的手机，比如说小米6这种手机，也有最新的像4090的这种 PC 机，它们之间的性能差距就超过了可能不止100倍。那如何让不同设备的用户都能有匹配当前设备的一个游戏体验，对我们的整个技术工作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上线初期呢，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一个负面反馈，比如说掉帧呀、发热呀、闪退呀、画面不清晰啊等等。我们自己深入去分析这些信息的来源之后呢，发现就是这里有2个点是我们做的可能不太好的，就是
第一是我们缺乏有效的发现和量化问题的工具和方法，我们更多的依赖于客服呀、玩家的反馈，这种案例非常的零散，它不具备统一的发现一个问题的规律的方法。第二点是我们测试环境可能过于理想啊，我们在工作空间，我们在空调底下，我们其实很难去模拟到玩家真正的他在玩这个游戏时候碰到的问题。比如说，就进个电梯，比如就在室外，它温度本身就比较高，那如何量化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关键的点。然后在观测数据和量化线上的性能数据的方面呢 ，PerfSight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具。它可以它可以记录每个玩家真正玩每一场游戏的过程。然后我们等于说我们拥有了非常多的数据，每个玩家的数据都有。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机型、从 CPU、从 GPU、从发热、从卡顿、从内存等等维度去分析，找准当前哪个问题是最关键的，精力投入在哪里是最有效的，减少个别反馈这种零散的反馈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投入人力造成的干扰。在找准这个瓶颈之后呢，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快速迭代、小量验证。我们有一套灰度外放的一个策略，在修复完问题之后呢，通过客户端热更新的方式，按各种维度的比例，我们去小量的往外去推，把我们的修改推到我们的目标用户，然后小量的观察这个验证，我们期望这个效果有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再逐步的放开量，以这种快速迭代、稳定落地去做这样一个迭代的过程。然后客户端的性能优化工作有2个可能收益比较大的一个事情，这里也简单聊一聊。第一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时间预算管理系统，对于一个需求是60帧的游戏来说，1帧可用的时间是非常固定的，就16.6毫秒。那这个时间用来跑什么逻辑，对整个画面、对整个体验、对玩家是性价比最高的。我们长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一套自动调度的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一个调度系统大概的逻辑就是，我们精确的定量了1帧的可用的时间，就16.6毫秒的时间预算，然后我们严格控制1帧的时间的一个开销。那在严格控制时间的基础上呢，那肯定有一些内容是算不完的、画不完的。那我们需要去对所有画面里可能用到的内容有一个优先级的排序，让最优先、最需要被解决的那些内容提到最高优先级来，让一些这帧处理不完的东西往后去放，往后平滑，以此做到，你可能看起来就是它每16.6毫秒它就能刷新1帧，那其实有些东西它算不完，它需要到下一帧再算，那这些东西其实不太重要啊，往后放就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动态的这种用量的统计，用来矫正前面这个时间预算的一个值，让整个过程呢越跑会越顺。然后第2点是关于超分辨率的一个应用啊，我们通过降低渲染分辨率，可以有效的减少计算量，然后降低发热，但会因为分辨率低了，所以一定会带来画面比较糊的问题。超分辨率算法可以将低分辨率的输出的结果转成更高分辨率的画面。那不同平台我们采取了这些一系列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个超分辨率的一个工作。那通过持续的调优呢，最后我们在画面和性能上都达到了一个合理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找到了这么一个设备的甜点值。这个甜点值不仅在画面，而且在性能开销上，它是一个平衡，它是一个合理的，它是一个相对较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做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呢，我们有一天突然就看到这么一个热搜啊，就明超的性能优化上了热搜。我自己是比较意外的，就我们理解这是我们持续去做这么一个性能优化工作的一个量变引发的一个质变的结果。那所有的工作玩家其实都能感受到，它只是时间问题。最后呢，我今天再回头看明朝的整个研发的过程，整体我们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我觉得我们在一些点上可能一些观念是对这个项目最后做出来的一个关键。我们多做减法，保持聚焦，直面问题，然后拆解合理的节点，量化我们的进度，然后定时去复盘，然后我们认为是把这个项目做出来的一个关键。好，然后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感谢林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请回席就坐。